克星灭亡之际，乔埃尔夫妇将儿子卡埃尔送离了克星，前往了最适合他生存的星球地球。同时，阿鲁拉也已经送走了女儿卡拉佐埃尔，希望这对堂姐弟能够在地球上相互照料。然而，在克星爆炸的瞬间，卡拉的航线被冲击影响，不慎进入了幻影区。在这个没有时间概念的地方，卡拉沉睡了24年。当他成功抵达地球时，堂弟早就成为了世人皆知的超人，并且让姐姐生活在了丹佛斯一家。丹佛斯夫妇和女儿埃里克斯待他如家人，堂弟已经不需要照顾，他花了12年熟悉地球人的生活。如今，卡拉在凯特科媒体公司做助理，每天都要伺候女强人格兰特，整个一操劳命。最近，纳西诺市还有人声称看到了长脚怪物在犯罪。温对这种东西很感冒，主要是想借题发挥，约卡拉吃个饭。I have a date. 格兰特打算给刚收购的论坛报裁员，卡拉却皱起了眉。裁员会导致不少人丢了饭碗，现在的行情不太行。大都会的星球日报有超人，根本不愁没有头条。卡拉无语，只能遵从命令去找设计师吉米。这是格兰特刚招来的精英，吉米可以说是超人的头牌摄影师，过手的照片获奖无数。他离开了大好前途的星球日报，就是为了卡拉。克拉克希望吉米能照顾一下自己这个小姐姐。忙碌了一天的卡拉终于回了家，试着逼老板天天让自己端咖啡取排版，自己这身本领压根儿无处发挥。可这就是平凡人的生活。今晚埃里克斯要去日内瓦开会，特意让妹妹为自己挑选一身像样的衣服，完事后连忙去赶飞机。晚上卡拉则是到酒吧相亲，只能说这男的有点瞎，根本看不上卡拉。很快他的超级听力聚焦到了新闻上，飞往日内瓦的航班出现了发电机故障，机长正在盘旋，随时可能坠下来。卡拉基的姐姐就在这个航班上，也不过3021，12年没有飞行过的她，经过几次尝试冲上了云霄。祖传的接飞机技巧也是手到擒来。克星上有句话，超人救飞机真的很牛批啊。卡拉一战成名，全市都聚焦在了这位神秘女孩身上，自信心爆棚的感觉从工作上可找不到。这是卡拉第一次感觉人生有了机会，穿越2000光年大老远跑到地球，又不是来当助理的。但埃里克斯最担心的还是身份问题，一旦卡拉暴露，可能会陷入危险。自己刚刚救下一架飞机，却没有得到亲人的表扬，这是卡拉最难过的。格兰特早就乐懵了，想着没什么大新闻，这一下就来了个猛料，唯独就是没有一张清晰的照片当封面。人们对他的定义也是两极化，有人觉得是灾难，有人觉得是希望。吉米便是后者。格兰特下达命令，找到他，我要做独家报道。卡拉早就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了，也没个人可以说，只能拉着温上了天台，上来就展示了个人才艺。飞机失事自然是有人所谋，罗兹堡伴随着卡拉一起逃出了幻影区，那里是关押星际要犯的地方。他们原本是想除掉迪欧特工埃里克斯，从而想办法侵略地球，没想到居然在这儿遇到了阿鲁拉的女儿。阿鲁拉曾是罗兹堡的判刑法官，其中的仇恨可想而知，索性就一起除掉吧。接下来的时间，卡拉和温研究起了战衣，嘿，这战衣可真白呀！实习期间，卡拉解决了不少的小案件，着装也随着一次一次实战变得完善。今晚卡拉日常巡逻，突然感觉头脑一昏，身上已经扎了几根针。醒来时，手脚已经被低级课时手铐牢牢捆住。绑他来的是迪欧老大汉克肖。简而言之，迪欧是保护地球免遭外星生物侵害的组织，而现在这个威胁就是卡拉。罗兹堡上的星际要犯躲藏在地球12年，近期开始陆陆续续冒泡，想必是酝酿着什么阴谋。汉克肖把这个锅扣在了卡拉头上，还表示害怕超人的远比敬畏超人的多。言外之意就是卡拉的出现会引起恐慌，怎么自己想干点好事就总会有人出来挫锐气呢？埃里克斯一边不让自己展现实力，一边在迪欧抓捕外星人，这也忒矛盾了。无精打采的卡拉回到了公司，结果格兰特已经给他起名超女，自己好歹26岁了，多少也该叫超级女人而不是超级女孩。可卡拉一介平平助理，哪有能力改变老板的主意？这时候吉米又站出来替他解围，拿着高清无码的超女照片，一下就堵住了格兰特的嘴。罗兹堡的瓦托科西用5万赫兹的频率的通信发起了广播，这种频率地球人是听不到的。他威胁卡拉去电厂，否则会攻击纳西诺市。卡拉连忙抵达了对方说的地点，电厂四处都是铅，埃尔家族的人是无法透视的，对方实力不足，加上卡拉经验缺乏，这一战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轻松。瓦克托西手中的斧子竟然可以伤到卡拉，这是他从小到大都没有经历过的。好在迪欧及时出手，卡拉才捡回条命。卡拉也终于明白，姐姐不让自己暴露身份的原因是担心罗兹堡的报复。
被人打败的感觉比被人挫锐气要难受得多。卡瑞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怀疑，自己终究成不了表弟那样的英雄。埃里克斯拿来了克星飞船上的留言箱，里面存有一段阿洛拉留给女儿的影像。他早已猜到卡瑞会面临这一天，生活本就没有绝对的正确道路，也会在错误的方向迷失自我，但最重要的是忠于自己。这番话让卡瑞重振旗鼓，他决定对抗罗斯堡。有了姐姐的担保，汉克肖也不好多说，况且凭借人类的武器根本不可能战胜对方。解铃还需系铃人，卡瑞根据卫星定位追到了瓦托克西，真女人也从不回头看爆炸，光凭几句励志鸡汤肯定无法改变战局。早前埃里克斯在卡瑞的伤口上提取到了斧头残留，分析后发现了弱点，一旦温度过高就会爆炸。卡瑞利用热视线过载了斧头，成功击败了瓦托克西。可他宁愿自杀也不想被抓。卡瑞享受这种拯救世界的感觉。回到公司后，吉米直接在天台约见了卡瑞，并且坦白了克拉克派自己过来的目的，照顾他是其一，最重要的是克拉克希望卡瑞也能走上这条路，希望这个世界多一个超女。克星人内斗已经见怪不怪了，这真正的幕后黑手是卡瑞的大姨阿斯特拉。为了弥补自己没有征服克星的遗憾，他要征服地球，哪怕是血亲也要铲除。成为超女的第一周，迪欧集训卡瑞的能力。战争是残酷的，哪怕是超人的堂姐也要做好万全的准备。可刚出道的卡瑞总是耐不住性子，码头发生了火灾，他连忙赶到现场。由于没有营救经验，卡瑞一口气过去反而加大了火势，最终不得不选择去挪走漏油的轮船。结果一个大力出了奇迹，100吨燃油流入大海，造成了生态灾难。不少媒体抓住这个把柄，一顿黑超女。商人麦斯威尔更是讽刺超人和超女是祸害，营救时产生的附带伤害谁来掏钱？格兰特想抓住超女这个招牌，以达到跟星球日报抗衡的资格，但前提是超女要有的写。进来一周，除了带来麻烦就是造成损失，硬洗是会被当成垃圾媒体的。为了扭转口碑，格兰特想要做个专访，但是身边没关系，只能拜托吉米抽空问问超人能不能帮个忙。他只管下令，能不能执行是底下人的事儿。卡瑞也不傻，一旦自己接受采访，格兰特肯定会认出自己。这期间的板块头条就是超女首战失败，格兰特大肆批评了超女too young too simple。同样身为女人，他知道起点不能定得太高，要真说给个建议，格兰特希望超女能从小事做起，不要一下子扛起那么大的责任，跟自己的助理卡瑞一样就好了。卡瑞立马叫来了温和吉米，想要成为英雄，那得组建个团队。几天下来，他们有效处理了很多任务，小到上树救宠物，大到徒手挡子弹，三人忙里忙外，终于有了善果。超女的口碑直线上升，但生活总不会一帆风顺。另一名从罗斯堡逃出来的罪犯正在发电厂觅食，他靠吸收氯元素为生，为此残忍杀害了一名员工。迪欧从死者伤口处取出一个类似鱼刺的东西，这玩意儿卡瑞小时候在母亲那里见过，是鱼灵人身上的。这个种族的特点就是可以伪装外形，变成任何种族的模样。卡瑞的想法很简单，找到对方，打败对方。可上次他差点嗝了。阿里克斯在克什辐射房对妹妹进行了训练，结果就是卡瑞被他按在地上摩擦。他虽然有强大的力量，但是技巧上还差点火候。阿斯特拉的手下抓住了鱼灵人，这货逃出来觅食可是违规的，有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，就是干掉超女。强烈建议阿斯特拉跟三叔一起玩，真是把侄子真正往死里坑啊。迪欧查出了鱼灵人袭击化工厂的目的，地球上的氯元素是最接近鱼灵人食物的东西，这几处工厂都是政府用来存放含有氯类杀虫剂的地方。DDT 对于环境有了严重污染，所以这种东西已经被禁止使用。看来想抓住对方还得拿点吃的当诱饵。迪欧设置了一辆诱饵车，上面装满 DDT， 就等鱼灵人上钩。可是他们低估了鱼灵人的能力，小组几乎团灭不说，埃里克斯还被活捉，他被带到了阿斯特拉面前。有了这个把柄，不怕超女不现身呢。汉克肖把这个事儿通知给了卡瑞，亲人被敌人抓，这是卡瑞最不想看到的。他懒得等迪欧做出行动，独自一人在城市上空搜查。另一边，埃里克斯感觉眼前这个人有点像阿洛拉，便开始套话。这一来二去，让天上的卡瑞听到了，通知给了汉克肖后，直飞现场。结果进门就被大爷来了一记破岩拳。原来当年阿洛拉亲手把阿斯特拉关进了罗斯堡，对方的野心迟早会害死所有克星人。没想到峰回路转，这反倒让阿斯特拉躲过了克星的大爆炸，从而把目标放在了地球。卡瑞希望用亲情唤醒大姨，得到的却只是一顿又一顿的胖揍。你我都是克星人，谁是谁的谁？与此同时，埃里克斯抓住了一个弱点，干掉了鱼灵人，那就是男人的命根子。情况对卡瑞非常不利，你大姨还是你大姨，罪大恶极，殴打侄女不说，还嗤之以鼻。他哪能想到老奸巨猾的汉克肖带来了克什匕首，一刀下去，你大姨也只能溜之大吉。
过了这么多年，能重新见到血肉亲人应该是件好事，可卡瑞尔却只能选择与其为敌，否则地球上的生灵都会遭殃。为此，他必须接受姐姐的训练。埃里克斯根据超人的孤独堡垒研发了一份礼物——阿洛拉的人工智能影像。虽然他并不是阿洛拉，但却拥有相同的记忆和样貌。卡瑞尔更想得到一个母亲的拥抱，可惜程序无法做到。于是他问起了关于阿斯特拉的事情。回到罗兹堡，阿斯特拉拔出了体内的克什匕首。时至今日，他才知道克星人在地球并不是无敌的，对付卡瑞的事只能另做打算。公司这边，格兰特约见了吉米，让他务必给自己安排一次与超女的会面，否则你就别在这干了。卡瑞尔隔墙听到了这话，为了不让吉米为难，他决定见上一面。卡瑞尔直接扛车来到了山上，跟格兰特来了场1对1的 talk。第一本部这几天下来，汉克肖终于对卡瑞尔有了好感，可当他离开时，双眼散发出了诡异的红光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